俄乌冲突及强化北约威慑力依然是此次北约峰会最主要的议题。尽管乌克兰全力争取，北约仍不愿在维尔纽斯峰会上为乌克兰的加入开绿灯。乌总统泽连斯基指责北约此举空前荒谬，但另一边，英法德等国却在峰会首日表示要继续对乌提供大额军事援助，既不给乌克兰提供身份，又要继续拱火。北约国家打的是什么算盘？来看报道。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峰会首日开幕致辞时表示，会议将就强化北约威慑力迈出大胆一步，包括就欧洲大西洋防御制定新计划。Allies have also approved the most comprehensive defense plans since the end of the Cold War. These are designed to counter the two main threats we face, Russia and terrorism. 峰会上，北约成员国计划将30万部队置于高度戒备状态之下，还承诺本国国防支出至少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提高这个成员国的这个军费开支的水平到它 GDP 的2%，这其实是这个特朗普时期就一直在呼吁这些欧洲的北约成员国要做的，但是一直没做成。所以说，借着这个乌克兰危机呢，美国成功的促使这个欧洲的这些北约成员国增加了军费开支，然后这个增强了它的这个部队的战队水平，包括可能要推行一些这个军备的这个更新换代的一些计划。而这些钱呢花到哪儿去呢？这些新更新的装备要靠谁来从谁那儿买呢？毫无疑问，最可能还是从美国那儿买。所以说，毫无疑问，美国是借着这次乌克兰危机去巩固北约，并且从中渔利的。外界最关注的议题还是乌克兰。11号，北约成员国一致同意取消对乌克兰的成员国行动计划要求，为其加入北约移除其中一个障碍。根据规程，北约成员国行动计划设定了候选国加入北约这个军事联盟前需要达成的政治、经济和军事指标。北约成员国在公报中还宣布要成立北约乌克兰理事会，作为危机协调与决策平台。斯托尔滕贝格所说的这个关于这个成员国行动计划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它并不是说你必须得先通过这个计划，你才能获得北约的这个成员国资格，也不是说啊你通过这个计划你就一定能这个成为北约成员国。就这两者之间呢，它没有一个必然的联系。像芬兰和瑞典，它根本就完全都没有这个参与过任何的这种成员国行动计划，但是它依然就是在提出申请之后，就迅速的这个被接纳。所以说关键它北约要不要这个某一个成员，其实还是看他想不想要。尽管乌克兰全力争取，北约仍不愿在维尔纽斯峰会上为乌克兰的加入开绿灯。峰会首日发布公报称，乌克兰的未来在北约，并表示将继续支持乌克兰在军事互操作性、民主和安全部门改革等方面取得的进展，但仍没有给出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具体时间表。公报强调，当各成员国一致同意且条件得到满足时，才会向乌发出邀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2号也出席了峰会，他此前在社交媒体上指责北约不为乌方加入北约提出具体时间表是空前荒谬之举。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在回应时重申，加入北约一向取决于条件是否满足，过去各国加入过程也没有附带时间表。他强调，取消乌克兰符合成员国行动计划的要求，已大大缩短加入北约的程序。如今，希望再次落空的泽连斯基仍然没有放弃。他12号在峰会上与斯托尔滕贝格及美、德、法等北约多国领导人分别举行了会晤，并在会议上火力全开，继续游说各国支持其加入北约，并要求新一批武器装备援助。他这次这个表态呢，应该说没有超出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会当时给乌克兰的那个承诺。也是说等你时机成熟了，等你条件允许了，你就可以加入。其实这个结果呢，应该说是完全不出乎预料的。乌克兰其实从任何的方面，它都不具备加入北约的可能性。这个北约这次呢，连空头支票干脆都不给他开了。怎么说呢？等于是，从2018年以后，一代又一代的乌克兰领导人为了这么样一个虚幻的这样一个梦想，去充当北约的马前卒。不惜把这个整个国家、整个民族的这个命运呢绑在这个北约的这个战车上，其实这个也是令人唏嘘啊。
泽连斯基的努力没有白费，尽管在入约问题上掉了链子，但北约成员国纷纷表态要继续加大对乌克兰在军事上的支持。参加峰会期间，德国总理舒尔茨表示，将再向乌克兰提供价值约7亿欧元的一揽子军事援助，其中包括40辆马德尔步兵战车、25辆豹1 A5 主战坦克等装备。德国目前是仅次于美国的第2大对乌军事援助国。另据路透社报道，英国政府11号宣布将再对乌提供一笔价值5000万英镑的援助，内容涉及装备维护以及在乌克兰境内设立一个军事康复中心。此外，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北约峰会期间表示，将对乌提供斯卡普远程巡航导弹，这实际上是早前英国援乌的风暴之影导弹法国姊妹版，射程为250公里。但拜登政府在峰会前夕突然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集束弹药，则遭到包括英国、加拿大等美国盟友在内的国际舆论的强烈批评和反对。而就在峰会举行的同时，据塔斯社11号援引俄方官员报道称，乌克兰军队已经使用集束弹药对扎波罗热地区托克马克市进行了打击。对于俄方的说法，乌方尚未作出回应。当地时间11号，俄防长绍伊古表示，现在乌军决定使用集束弹药，证明其155毫米口径的弹药库已经见底。作为回应，俄罗斯武装力量在与乌军作战时将被迫使用类似武器。他还强调，俄军拥有适应任何条件的集束弹药储备。这个集束弹药虽然说这个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是禁止使用的，但是美国、俄罗斯其实一直都没有施加限制。美国向这个乌克兰提供这个集束弹药呢，也是为了，试图呢去攻破这个俄罗斯现在在乌克兰东部、南部的这个比较坚硬的、比较这个坚固的这个防线。这个集束弹药投入使用会有什么效果？我们拭目以待了。我个人认为可能会起到一些削弱俄罗斯防御的效果，但是对整个战局来说的话，我觉得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同一天，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在评论北约峰会公报时表示，北约声称不寻求与俄罗斯发生冲突，但是北约早已参与到了对俄冲突中。好，相关话题马上来连线特约评论员更新。更新人你好，这次北约峰会好像分歧特别多，那您觉得北约这样会有前途吗？确实啊，这次北约峰会前后似乎分歧特别多。首先是秘书长人选，美英德法就吵闹不停，结果英国防长华莱士就没有入选，现在只能推迟到明年，等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退任后再说。第二个呢，就是瑞典入盟，也是吵得不可开交，土耳其更是直到峰会召开前才妥协。第三个就是乌克兰战局了，这是会议的主题，但是分歧也最多。乌克兰要入盟，但美国北约权衡再三，还是不敢接受，只得妥协，先搞一个北约乌克兰理事会，甚至于军援的武器，例如集束弹也有分歧。美国和英国、加拿大都各执己见，最后是关于北约东进亚太在日本设联络处的事，也遭到了法国等的大力反对，也不得不推迟或采取类似乌克兰入盟的妥协处理。其实这种分歧百出的现象反映了北约这台战争机器啊已经老旧过时。1949年北约先于华约成立，6年之后华约才正式成立。可是华约1991年解散后呢，本应随之终止的北约却依然故我，又熬到今天，而且越发的扩张霸道，还主动发动了几次对外的战争。然而时代大变局已经形成，冷战后每次战争都使美国和北约各国也受到了很大伤害。而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在和平发展大环境中不断成长，和北约等国相对衰落形成了对比。现在人类又遇到了100年大变局，国际一体化的利益大大超过了各国之间的分歧，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潮流已经不可阻挡。但是美国及北约仍在做着几十年前霸权主义的美梦，这实际上是把30多年前冷战的痕迹刻在船上，过了30多年后又下深水去寻找当年冷战制造分歧对抗的那个工具箱，纯属是刻舟求剑。其实北约内部也已经不同往日，美国虽然独霸，但力量已不比以前。欧洲也有新欧洲、老欧洲之别，英国又已经脱欧了，土耳其又完全另有独立特色等。尽管去年俄乌开战之后，让北约似乎又重振旗鼓、回光返照，但是倒退不会有出路。凡是开历史倒车的人，无论他曾经多么强大，
最终也会失败，都不会有未来。北约东扩，特别是走进亚太，似乎炒作很厉害。那您怎么评估这个事态呢？北约亚太化是一个老话题。10年前美国、日本炒作 TPP 的时候就把它明确定位为亚洲的北约。但今天的结果如何呢？其实所谓的北约走进亚太，是美国及北约各国乃至日本、韩国等对中国和亚洲的错误认知所带来的愚蠢政策。美国和北约的代表等都多次表明，并不把中国作为对手，因为中美、中欧、中日之间本来就不是对手。就在这次北约峰会前夕，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女士访华，中美互动就很良好。但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美国就会刻意地放出一些狠话，而且特别把日本又推到台前。其实精打细算的欧洲面对今天大国格局，对于参与亚洲事务兴趣本来就并不高，这在马克龙等人的表态当中多次的提及到。但是作为日本来说，它还是有些特殊的困难和打算。日本是2战无条件投降的一个国家，直至今天日本的和平宪法依然有效，修宪也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的。日本一直希望美国等给自己松绑，而且万一遇到来自朝鲜或中俄的军事威胁的时候，日本过去可以依靠美国，但在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等失败主义的那种狼狈表现当中，日本感觉到了不能在一棵树吊死，所以日本从那个时候就加快了和其他比如像欧洲各大国之间的军事同盟关系的构建。其实这是日本一种分散美国对它的制约力和领导力的做法，也得到了美国不得已的谅解。在这样的情况下呢，就形成了一个在日韩有特殊地缘压力和美国实力不断下降的双重压力下，他们以配合美国全球战略的表态，换取美国同意其和欧洲等建立类似美日安保合作关系的微妙现象。其实呢，欧洲的态度不积极也有多重的因素。第一呢，就是不愿意陷入中美竞争的陷阱。第二是欧洲在过去朝鲜战争的时候也参与过所谓的联合国军到半岛，当年所感受到的失败教训，他们当然不希望重演。而且欧洲包括美日韩等都是以中国作为最大贸易伙伴，北约走进亚太从根本上就是没有好处的，没有前途的。而正在举行的东盟外长系列会议上，就明确提出东南亚10国一定要维持无核化、和平发展的基本格局，不会陷入大国竞争的陷阱。可见，北约走进亚太不仅是错误评估了中国，也是错误评估了东亚，是不符合这个地区实际需要的，也是不得人心、不可能成功的。几十年来，东亚地区和平发展、合作繁荣，大家都提出要搞预防性外交防范外来的干扰挑拨和威胁。美国要在这个地方制造类似乌克兰那样的混乱，牵制中国发展，是无理，就是没有道理；无利就是没有利益，同时无力就是没有他这个实力，他是很难达到目的的。这次北约峰会重点仍然是乌克兰战局，谈到的话题很多。那您怎么样来观察这次峰会对乌克兰战局的作用？这次峰会仍然是以乌克兰战事作为主题，涉及很多问题有大有小。小的呢，就比如说具体到像乌克兰军援的集束弹、F-16战机的配置等等。拜登临来开会前特意访问英国，也涉及到美英这2个所谓最亲近国家之间一些涉乌分歧要化解。当然，最重要的问题是乌克兰入盟。面对泽连斯基强烈的要求，这次美国、北约的态度依然故我，仍然是表示了积极抽象的支持和具体坚决的拖延。最后妥协出一个北约和乌克兰理事会，或者叫委员会，来表现美国、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不敢下场，又要竭力的顽抗，不愿示弱又投机闪躲的矛盾困境。结果搞得俄罗斯和乌克兰都非常不满。俄方今天就强势表态，说将针锋相对迎接北约挑战，无论是战略上还是战术和武器运用上，会使用类似武器予以还击等。而乌克兰的不满是一贯的了，弄得北约这次在乌克兰问题上是里外不是人其实呢，要评估北约峰会或北约在乌克兰问题上的作为有一个很简单明了的标准，就是他们的所作所为是不是有利于俄乌战局的停火止战，是不是有利于劝和促谈。即使行动上做不到，但至少要表示这样一个正面的意愿，或者说应该支持俄乌问题停火止战的立场。
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那其他就都是在扯闲篇，没有多大的意义。我奉劝北约的朋友，既然谁都打不赢，不如干脆横下一条心，和中国等国际社会联手，以一个妥善的方式来推动劝和促谈，这才能积极有效地防范核武器的风险。这是检验北约乃至北约峰会在乌克兰问题上表现的最重要标准。现在呢，美国和北约还有一个难题，就是他们非常想尽快地摆脱这场战事，因而他们也真心希望中国能出手劝和促谈。但是呢，他们又不愿意放弃对中国的负面批评，这就使得他们面对一种进退两难的困境。美国应该尽快摆脱现在这种尴尬的窘境，就是在公开场合台上演戏的时候对中国说狠话，而台下呢私下跑到中国来，又尽量的表示善意，好话说的也很多。在真金白银的双边贸易等一系列重大的根本利益互动上，又越做越大，越走越近。而在涉及乌克兰的问题时呢，又总是进退失据，投机闪躲，自相矛盾。这就是美国包括北约各国在乌克兰问题上的困境。这既是利益定位的一种错乱，也是认知错误导致的政策的不确定。